各位观众、听众、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4年7月24号，星期三。前几天召开中共的三中全会，20届三中全会传出习近平中风病倒的事情，看来并不是空穴来风，因为这两天事态的发展证明呢，习近平有可能是病倒了，因为他的一个重要的活动居然被王沪宁取代了，就是外访活动，是越共总书记阮富仲去世，那么说中共宣布说由王沪宁是成为习近平总书记的特别代表，率领中共代表团于7月25号到26号，即明后2天，到越南河内参加阮富仲的这个吊唁活动。这个非同寻常，这里面有几个非同寻常的事情。第一个就是，习近平非常重视中越关系，就跟他重视中俄关系一样。他里面提到毛泽东时代的中越关系，那个时候中国越南没打仗，他不提到邓小平时代，因为那个时候中国跟越南打仗。那么他这么重视关系的话，就像俄罗斯，他可以每年去1次，甚至有时候去2次都没问题。那这个是一个重要的机会，他可以去越南，因为不仅是吊唁阮富仲，而且可以会见越南新的领导人，像苏林这些建立中越的关系。但是习近平没去。没去倒也罢了。第二个不同寻常就是，以前如果是说习近平有一些委托别人去参加的什么活动国家主席的名义叫国家主席全命特命全权代表或者全权这个代表吧，什么胡春华了去参加什么总统就职典礼，这回呢是以总书记，但是总书记的特表轮不到王沪宁。如果要讲总书记的特别代表，总书记不去，接下来是书记处常务书记，那是蔡奇。如果上一届，王沪宁还是书记处常务书记的时候，他代表是可以，但是王沪宁现在是政协主席、政治局常委排第4号，他去出席可以说不伦不类。政协做什么工作呢？什么对台工作、对港澳工作，或者什么无党派等等，这叫政协。再一个就是王沪宁这个人不出国，王沪宁一般来说他是有环境闭锁症，几乎不出国访问，他只有1次出国，就是习近平刚上任不久去美国访问的时候，代表团里面有王沪宁，之后王沪宁根本没有出国，既没有去俄罗斯，也没有去北朝鲜，也没有去过越南，甚至王沪宁在中国国内的政治局常委中很特别，政治局常委经常去各地吊唁，但王沪宁一个人不去，他从来不去，就待在北京，待在中南海。说这时候王沪宁罕见的出发了，去越南，去河内，还代表习近平，说习近平特别代表王沪宁去参加了，所以这是第3个不同寻常。那么看到，当时三中全会传言习近平身体不好，中风，虽然三中全会过了之后呢，传言不休，后来他在阮富仲去世之后，他亮了一下相，大概7月19号亮相，到了越南驻中国大使馆亮相，但是亮相的时候，习近平是全身浮肿，面部浮肿，走路蹒跚，很不成人样。有人说是替身，我倒不说是替身，但是至少跟三中全会释放出来他的视频镜头很不一样，因为三中全会经过编辑之后释放的镜头暴瘦，很瘦，还怕冷，穿一个宝宝衫。那么现在他出来很胖，我们再回顾一下他这个镜头时许，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来到越南驻华使馆，吊唁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逝世。习近平来到越南驻华使馆吊唁大厅。暴肥、浮肿，身体浮肿，面部浮肿，走路不稳，然后故意放一段走楼梯，显示他能走动。但是这几天习近平是什么呢？之后就没露面了，没露面，每天党媒党报为了显示他的存在就发一些他给哪里写信哪里致辞比如说今天这个一看，习近平给厦门航空公司什么全体员工回信，这是没事找事找个存在感昨天说是习近平给一个能源论坛什么致信或者写信一会儿是学习习近平的强军思想，总之不露面，所以习近平有可能是还是处于病倒状态。我们不能说他死了，应该是中风、病倒、身体不佳这个状态。王沪宁罕见的露面，证明了这一点。
另外，王沪宁露面呢，还说明一点，这是习近平、王沪宁、蔡奇，王沪宁是鼻青脸肿啊，经常动不动就写报告。这次三中全会，他又写了个22000多字的决定，来忽悠中国人民，反正大家不看，忽悠9000多万党员，反正大家不看，所以呢，搞得鼻青脸肿，累得死去活来。那王沪宁呢，现在是看上去是处在一个有利的位置上。如果习近平病了的话，那么蔡奇这次没有动，但是蔡奇也不是这个蔡奇也不是这个吃素的人。这里面蔡奇不去，蔡奇没去，一个是不合规，蔡奇是书记处常务书记，政治局常委，仅次于习近平，这个不合规。党跟党对应的是蔡奇，习近平如果不去就是蔡奇，而不是王沪宁。但是蔡奇不去也证明习近平有病，因为蔡奇是中办主任，中央办公厅主任。如果是习近平处于生病状态，他要留下来守护，而且中央办公厅要调动所有的人员，什么医生啊、特工啊、特护啊、医院啊、301医院等等甚至地下通道都要有他调动。所以这个蔡奇没动呢，显示他的神态很诡异。他的动静也显示了习近平的某种动静，说蔡奇没动，反而显示习近平有问题。另外，如果习近平出了问题，这个接班人是谁？现在看上去这次三中全会有个泄露，接班人中可能是这3个人：王沪宁、蔡奇、丁学祥这3个人中，李强没份靠边站。为什么呢？因为昨天我讲解了，三中全会后来炮制了个22000多字的决议，叫做什么深化改革、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决定，是三中全会的大部头的文件。那么习近平专门对这个决定做了说明，他说去年11月成立了这个起草这个决定稿的小组，他是组长，而副组长是王沪宁、蔡奇和丁学祥这3个人。但是深改组的2把手是习近平为正，李强为副。所以这次起草这个决定，讲改革、讲深化改革、讲现代化。第一，没有深改组的2把手李强；第二，没有国务院总理李强，跟李强毫无关系，把李强靠边站。那么就是一个强烈的暗示，如果习近平在三中全会有状况，排的接班人里面没有李强，李强没份走远一点李强呢是彻底靠边站。所以在接班人里边呢是王沪宁现在占上风王沪宁占据有利位置。蔡奇也不是吃素的，这是习近平访问欧洲的时候，蔡奇在一边窥视习近平这个彭丽媛向前，但是蔡奇呢一方面是想躲镜头，在旁边窥视，但是偏偏有一组镜头对准他，在想这是不是下一个总书记。而李强呢被排斥在外，躺平了。这是李强开会的情景，不仅躺平了，还被这个公安部长、党组书记王小洪在背后监视，说李强下去捡个东西或者鞋被卡住了，习近平看住他非常警觉，王小洪也看住他，而蔡奇假装呢无动于衷。就是这个图显示王沪宁在忽悠李强，把李强当小孩耍，说李强是彻底靠边站了，孤独的站在那里这个相片让人想起以前一首歌，叫什么孤独的站在这个舞台叫什么好像掌声响起来，听到掌声响起来，站在初次的舞台，什么眼泪止不住流下来。这个李强的处境可能有一点像那个姿态。所以李强没份如果讲接班人，王沪宁跟蔡奇呢是1955年生的，是政治局常委里边仅次于习近平地位，那么这个相差2岁。如果临时接班、过渡时期接班人，可能是他们两个中之一。所以王沪宁跟蔡奇有得一争，有得一拼。蔡奇也不是吃素的，叫白刀子进，红刀子出。而王沪宁是老狐狸，3朝元老，3朝帝师，3朝参谋，辅佐了习近平，又辅佐了江泽民，辅佐了这个胡锦涛，又辅佐这个习近平，炮制了3个思想，什么给江泽民炮制了3个代表，给胡锦涛炮制了科学发展观，给习近平炮制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没有习近平新时代，只有王沪宁新时代；没有习近平思想，只有王沪宁思想。说王沪宁呢是现在位高权重，他很可能在历史上是个司马懿的角色，就三国争来争去，
魏、蜀、吴三家打来打去，是曹家、刘家、孙家打来打去。结果呢，三国最后正归司马氏，司马懿，笑到最后，笑得最好。他的儿孙呢接了班，一统天下。王沪宁呢就像司马懿一样，恐怕是熬到最后，行销骨力啊，骨瘦如柴啊。有人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啊，他给熬的这么个样子，可能是熬到最后是个司马懿的角色。那蔡奇呢，当然也不会善改罢休。那丁学祥呢，是1964年出生的，是60后，所以丁学祥呢，这次本来他不是深改组的人，深改组完了不在里边，但是把他弄在起草委员会里面，似乎习近平有所暗示。这个如果中风了，古代的人一中风啊，就跟那个司马昭中风之后啊，就手指着他的儿子司马炎，然后说不出话。那这位大臣你明白，司马炎继承啊，这个古代经常有这样的事情啊。司马懿死之前也是手乱指着他的儿子司马昭、司马师，说习近平中风的时候可能手乱指，在这个王沪宁、蔡奇、丁学祥脸上乱指，然后大家来猜一下，看谁是接班人。这个英国有个通灵师叫帕克，他在去年底的时候预测2024年的世界大事。关于中国部分呢，他有个预测，他说习近平会得重病，他重病呢导致党内分裂。中国最后呢会实现民主，但是不是马上，它是将来的事情。他说中国实现民主之后，像西藏这些国家有可能会脱离，重新独立，他这也是将来的事情，比较长远。但是他预测了习近平重病，所以他预测的说川普当选，现在川普呢气势如虹，会不会当选呢？我们在11月可以见证。那么当然还有别的通灵师说川普要受伤啊等等，还有他帕克说俄乌战争持续对普京不利等等。那么这中国部分他就说了习近平重病，那习近平这回3中全会所出现的种种传闻呢，有可能应验了这个帕克的这个说法。会不会导致党内分裂呢？因为王沪宁代表的是江派，但是蔡奇和丁学祥代表的是习派，而李强呢被靠边站了。很明显3中全会出现了分裂，就是明确的把2号人物李强排斥在一边，就是习近平已经明确的告诉大家，李强没份儿，跟他没关系啊。但李强究竟跟他有什么这个结了什么梁子啊？这个我前2天已经分析过了，我就不赘述。所以这次王沪宁罕见的有重度环境闭锁症的王沪宁罕见率代表团出国访问，到了越南是一个象征，有可能王沪宁在标志现在习近平出了状况的情况下，他算是元老，他说了算。这个也不奇怪，像阮富仲就出身搞理论了，阮富仲搞宣传搞理论，并没有当个实际，但是阮富仲还掌了大权，所以王沪宁掌大权也不奇怪。凹来凹去1000年的媳妇凹成婆，凹出来了也不奇怪。所以习近平如果现在是已经重病到不能逝世的情况下，不断需要服药抢救的话，王沪宁可能在党内就占上风，加上蔡奇不得不留下，所以现在中共的政局呈现扑朔迷离。如果每天你看人民日报、新华社这个党媒党报的头版头条都觉得不正常，为了表现习近平的存在，就说他写信回信致辞，这些都是一些隐语。他如果是真没事的话，他就出现；如果他身体好的不得了，干脆到越南走一趟，又建立了关系，又悼念了阮富仲，又破解了各种传言。但是有可能现在正是躺倒之病。我倒不说习近平这个驾崩了或者怎么样，已经是躺下了不行了，但是至少是处于某种状况，就像英国通灵师帕克所说的重病的状况，这完全有可能。另外呢，这个除了这个中国这个国内这个新闻当然说的这个这个王沪宁我们知道王沪宁很有野心这是王沪宁在跟这个彭丽媛在一起的镜头眼睛不由自主的鬼鬼祟祟的，心里面心不在焉，别人都看出前面他是斜着眼睛，搞不好心思在旁边这个女人身上。就像古人有人串了权之后这个原来的第一夫人、原来的皇后归谁还不知道了，恐怕有点这个意思。说王沪宁野心不小，这也不可小看。那在国际上呢，一个很大的新闻就是孟加拉国的抗议。孟加拉国是中国的邻国，是南亚国家。孟加拉国有2亿人口是一个不小的国家。原先孟加拉国、巴基斯坦、印度是同一个国家。先是1947年，当时英国
殖民地撤走之后，先是巴基斯坦从印度分出来，之后到了1971年，又是孟加拉国从巴基斯坦分了出来，所以是3个南亚国家。孟加拉国是一个重要的南亚国家。那最近几天出现了抗争，这个抗争就是因为这个法院宣布要恢复一个好像世袭制公务员配额制，说公务员56%的名额要配给所谓1971年搞革命的一些后代啊，所谓革命家的后代、开创者的后代。现在的这个总理哈希拉，他本身就是一个世袭的，虽然是民主选举，但他的父亲是开国者，他呢都当了4届总理了，第4届总理了，所以呢给人感觉世袭的感觉。那现在又说是要配额制，以前就有配额制，中途取消，人民不满，现在又来配额制，56%配给那些开创者，就是所谓像中国古代了，皇帝开了业之后奖励文臣武将，说什么4代免刑法，叫做什么铁蛋捐书吧，叫什么铁券丹书啊，铁券丹书，就是说免死，这个开国功臣后人免死，4代免死，杀人都不抵命，有的朝代这么做了，所以这个孟加拉国有点这个架势。所以首先就是前2天呢，大学生起来抗议，在首都达卡有达卡大学和其他大学的这个学生起来抗议，结果呢，这个哈希拉政府就出动军警镇压，这样就死伤了上百的学生，结果一下就引发了全国的怒火，就孟加拉国全国抗议，蔓延到一般的青年、一般的中学生还有民众都参加，结果全国可以说是相当于起义，跟警察对打，抬着棺材向警察冲。结果呢，这个在前2天，这个孟加拉国的最高法院不得不撤回这个特权法案，就恢复说只有5%的配额制了，93%是就是由民众去考取，就是公务员呢，政府的职位由民众去考，叫择优录取，而不是靠世袭，说他让了步。这是孟加拉国的抗议大规模的抗议前面是军警。现在为止统计说已经163人死亡，有的媒体统计170人死亡，但是孟加拉国人民青年学生是不依不饶，坚决的抗争，所以呢，终于取得了胜利，阶段性的胜利。那孟加拉国现在处于宵禁的状态，宵禁的状态就说这个宵禁状态就是放假，他说这几天都放假，然后学校来关闭，怕进一步来抗议，这是这个总理哈希拉宣布的。但这个孟加拉国的抗议传到中国之后倒是很有趣，中国的网民在孟加拉国抗议的新闻下都有各自的表述，结果呢，中共就故意派出一些五毛党或者老粉红在下面假装举报，都贴一些公安的签去举报，恐吓老百姓。孟加拉国人民抗议反对特权，取消特权，反对既得利益，结果他们胜利了，结果中共把中共党吓坏了，吓死了。别的国家的抗议到了中国这成了什么回事呢？大家看看这个图，这中国人民的反应这里说孟加拉人民有血性有骨气，结果下面有人假装举报说广东公安，这里下面说追求公平反对特权，下面有假装去那个甘肃公安去举报这边说支持孟国人民，这边居然也有举报，说是江苏刑侦，还是刑侦单位了刺杀习近平的那个单位。下面来说孟加拉国特意打开地图了解一下了解了一遍，就这么一个也有人举报又是什么公安怎么样了。下面是为公平正义而战斗，这就是中国人民的反应中国人民的反应，说中国人民的反应孟加拉国抗议，中国人民反应就吓坏了共产党，吓得假装拿公安来恐吓人民。中国人民还没有抗议呢，还没有起来呢，都已经吓成这个样子。要中国人民起来呢，这公安部吓了个半死吧，心胆破碎，心胆破裂。说了中国这个三中全会开了，发放了22000字的决定，几千字的公报，我就是说8个字，毫无新意，不增不减，什么都没有。这个中共自己宣传说有300多项的改革措施，说改革力度前所未有如何，而且在7月22号前2天呢，特意的降息，好像要刺激经济，结果事与愿违，中国股市暴跌，应声暴跌。就昨天7月23号，中国股市暴跌，这 A 股一路狂跌，不仅跌穿了3000点，
跌穿2900点，到了2800点，是今年1月份以来最低的一个点，又跌回去了。为什么暴跌？就大家对三中全会没信心，就等于你三中全会开完会什么也没有，既没有救市措施，也没有什么改革的方向。然后你发布的公报，大家也看不到任何东西，发布了什么22000字的文字，我就说是王沪宁的文字游戏，忽悠中国人民，忽悠9千万党员而已，让大家根本看不懂，甚至没人去看。所以尽管还宣布降息，结果呢得到的不是利好，是利空。中国的股市全盘的崩盘，还有说这个有跟中国股市相关的外资都在撤离，变成抛售中国股票。说昨天是一个黑色的一天呢，连这个胡锡进都说不出话来了啊，说中国股市什么没有好消息这一类的。说现在有的股民说中国有2亿股民，说是要搞股民革命，还说呢说现在都不敢谈股市了，说只有一个胡锡进还敢谈一下股市，其他人都没话可说了。另外一个消息关于中国呢是都知道，在上海有个宝钢，是中国最大的钢铁公司，是当时邓小平、赵紫阳时代是引进日本的慷慨帮助投资又出人员1万多，建立了上海宝山钢铁公司，把中国建成个钢铁业的大国。再后来，日本有一个公司叫新日铁公司呢，就跟宝钢合作，说是一人50%的股份。但是新日铁最近宣布退出宝钢，退出中国，退出宝钢，他在跟武汉钢铁公司还有一些合作，恐怕也会退出。但是他跟宝钢的合作占在中国的产能70%，宣布退出。退出有很多原因，除了这个中国的这个产能过剩了，钢铁过剩了，对日本企业不友好等等。一个原因是本来这个日本的新日铁去年要收购美国的钢铁公司，出149亿美元，但是美国的一些议员反对，说因为日本的新日铁跟中国的钢铁公司有关，说要警惕，说怕给带来国家安全问题。说这次除了日本企业退出中国市场，还有一个信息是，这个新日铁退出中国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要去收购美国的钢铁公司，为收购美国钢铁公司铺路。可见呢，现在中国因素成了一个负面因素，连一个外国外资跟中国公司沾上边，都得到一个负面的评价，这个在别的国家都无法施展，只能走人。当然，听到新日铁撤走之后，很多中国人都大骂中共那边是忘恩负义，说新日铁日本帮了中国多少忙，还有日元贷款建了多少港口、桥梁、公路等等。但是中国的势队后来是反日风潮，又是挤压日本，甚至杀日本人。苏州至今不交代那个凶手是谁，也不交代凶手有没有法办有一个中国人现身了，胡友平为了救日本人，这个反日风潮非常疯狂，所以清醒的中国网民都说忘恩负义，说最终一定是这个结果，说新日铁早都该走了，而日本的几大汽车公司都在酝酿撤走中国好像一个叫三菱的已经撤了还有一些丰田叫什么本田还在中国，但是由于中国的电动车到处排挤，低价倾销，日本的汽车被挤得不断的下降，销售量下降，占有额下降，恐怕迟早也是撤走。所以日本企业跟其他国家的企业一样，都在撤退的行列中。最后中国人都说那是中共这边自找的。主要话题讲的差不多，我下面跟大家在线互动，在线问答。提醒新来的朋友记得点击订阅本频道陈破空中的天下，按下小铃铛以收到及时的节目通知。小铃铛4个选项，请选第一项。另外，敬请新老朋友继续点赞、点评和分享我的节目。彭妈妈才是接班，这也有可能。所以这个王沪宁呢是很会套近乎，不仅跟习近平套近乎他也跟人家彭妈妈套近乎，非常的套近乎，经常呢有些神神秘秘的相片，但还有很多这只是其中之一。说这个王沪宁辅佐了3任领导人，3朝元老，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那他会不会辅佐彭妈妈呢？这个大家可以拭目以待。如果出了状况的话，推背图46项，
谣言英国女皇史确实挺准的，对。而且他大胆预测川普当选了。现在看来，川普的竞选态势很好，很有可能了，很有可能。丁薛祥从政经验全都是小跟班模式，对，丁薛祥是搞组织工作、搞宣传工作，从来没有一方主政过，没有主政过。丁薛祥这个，但是王沪宁也没有主政过，也从来没有地方主政经验。按道理当总书记啊，当国家主席啊，你得有地方主政经验。不过呢，越南开出了一个先例，阮富仲就没有这个经验。所以，是不是中国也会出现纯搞理论的人、搞宣传的人来当家呢？共产党啊，难说。军人生代工，老张应验了吧？军人生代工这个事情啊，中共军委里边都有。这次董军没上去啊，恐怕也有点关系。董军三中全会没上去，除了习近平身体不好、人事来不及解决之外，那这个董军呢就是个军字，里边每一个可以说里面的7大军委里边、6大军委里边，军事高层里面都有关系。张又侠姓张，是有位军人生代工了。然后侯卫东有个东字，说东边门里伏金剑。然后这个董军还没进军委，是国防部长这个有位军人生代工，那董军本来就是军人，是不是生代工？还有其中还有张生明也生代工等等。刘振立又是金刀刘带金剑。苗华后来被习近平呢也是排挤偏见。那苗华里边究竟有什么惹到了习近平呢？恐怕这个名字也值得推敲，值得讲究。哪个上台对人民好点？不是靠哪一个，是靠民主制度。说美国就是靠制度，不是靠人。只要制度在那里啊，人民永远都是主人，人民永远摆在第一位，就跟台湾一样、日本一样，人民才当家做主，那才是以人民为本的，以人民的为中心，而不是喊口号。说靠制度啊，不是靠个人。最奇怪的是，李强老婆女儿财产全部抖出来。没错，这个抖出李强是去年的事情，就是李强跟习近平发生问题了，出了问题了。李强想当李克强，李强想当总理，人家本来是总理，李强想走一个没有李克强的李克强路线改革开放、地摊经济等等都来，或者说李强呢还谈了一些中国经济出现的问题，说了几句实话，结果不为习近平所容，结果就放出李强家族800亿。把这个老婆女儿的详细的信息公示上网，公布在网站上，在杭州住哪里，在上海住哪里，还有李强的女儿呢，娶了个养女婿，是一个嫁了一个养女婿，也把他抖出来，这都是习近平、蔡奇等人习家军内部的内讧，才会有这个结果。蔡奇、王沪宁哪一个是侯的小夫都有可能。不过最近看了一些神神秘秘的事情出现一个是三中全会到后面公报降调了，习近平的地位似乎也降调了。另外呢，改革家那篇文章撤出了，改革家习近平，再加上呢，突然有赵紫阳的这个信息出现在网站上昨天我也给大家讲了，赵紫阳的信息突然在网站上出现了10个小时，10个小时之后被删除已经不是信息快闪了，已经是相当长的时间了。赵紫阳的信息，我昨天跟大家讲过，我看赵紫阳的信息去哪里了？赵紫阳的信息，鲜为人知的共产党员赵紫阳。这是门户网站网页所刊登的，说这些诡异现象是不是都预示着这个中共党内有一些什么变化，或者是这个帕克的预言有一些体现一定程度，但我不下结论大家可以看一看，我只是在跟大家分析各种情况、各种迹象。霍空老师昨天去了广东中山大学向中山大学问好，我的母校之一，在中国的母校之一。中国股市也到了垃圾时间，没错，整个习时代就是历史的垃圾时间。说三中全会已经体现这一点了。霍空老师太想念你了，半年没翻墙，那就请欢迎翻墙，欢迎翻墙，请继续看关注陈破空纵论天下。是不是习近平去越南悼念了？习近平没去我今天正在讲，王沪宁带他去。老王奸王沪宁小人，王沪宁上海小瘪三，肯定是小人。王沪宁脑奸巨化，李强是明枪易躲，暗箭难防。
李强到现在可能都不知道谁要对付他，很清楚，习近平只要不喜欢他了，他在习近平那里失宠了，等于就靠边站了。彭丽媛平头王沪宁，这倒不一定啊，这个我倒不敢说。丹书铁卷啊，有人修正这个词，修正的很好，谢谢谢谢。有时候突然一个词想不起来，丹书铁卷，军人生代工，老张应验了，很多东西应验了啊，很多东西应验。看大家的问题好像差不多哈。陈老师，台湾这边，台湾最近军演做得非常好啊。军演有两个部分呢，一个是汉光军演，是有实弹射击的，这个有外岛的实弹等等，还有万安军演，就是台湾民众的这个防卫啊、策力啊，本土的巩固，还有战力保存等等。而新任总统赖清德都是亲临前线，不断到军方去示导，表明了台湾呢，首先要靠自己啊，建立国防。这个坚决对付来犯之敌。房市、股市将归零。现在中国的股市这种暴跌，人家说了，比股市更大的债券市场那就更不用说了，汇率市场也不用说，而比债市、股市、汇市更大的是房地产市场。中国的股市都一再暴跌，中国的房地产没有希望了，肯定是暴跌。说三中全会没有带来任何的利好，除了王沪宁搞个文字游戏忽悠大家之外，他们这种极左派的，他们的座右铭就是简单问题复杂化，故意写个22000多字洋洋洒洒的一个决定出来，宣称再改革，其实什么也没有，什么也没有。说这是股市暴跌，这是对他们的回答，对他们的回应。他们在忽悠人民，人民呢也不接受忽悠，人民只认定一点，所谓习时代就是历史的垃圾时间，或者如果没有习时代是王时代，没有习思想是王思想的话，王思想也好，王时代也好，就是历史的垃圾时间。好，今天我就暂时讲到这里，谢谢大家。